在主要是先在台中总会来成立所谓的魔法学校。好，但是未来魔法学校的概念，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魔法学校的概念，它就有一点像是除了赛斯书的阅读，除了冥想的练习，还有有声书，大家的学习。那整个赛斯心法还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实修。好，怎么样的实修呢？比如说，现在先从台中总会开始，可是未来全台湾的每个分会是不是来变成一个所谓的类似这个概念了哈？这个内观中心，那甚至开始让很多的人来，也许打坐，也许来做冥想，也许来做静心。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每一个人内在的潜能打开。比如说赛斯心法讲的什么？内在感官。简单来讲，将来基金会会透过魔法学校有一系列的实修过程。好，实修过程，各位，所有的实修，包括怎么样把灵魂的能力打开。比如说，我们常讲假设说他心通，有没有？比如说预知未来的能力，比如说灵魂出体，比如说如何跟自己内在的内我做连结。所以简单来讲，未来我们所有的全台湾的分会，会由总会先开始带头，来办这样的课程，就是如何打开一个人的灵魂的觉知，然后来做这样的实修的一个部分，做这样实修的部分。那未来台中的这个课程会发展到所有的分会都会来办魔法学校。来，我们对这个东西鼓掌一下。好，因为我们在赛斯心法的学习这么多年，也要慢慢进入实修了。好，所以所有未来对于打开自己内在的内在感官，简单来讲，想要很白话，但是有时候徐师不是很喜欢这样讲就是想要启动自己内在神通的人，你就来参加这个实修课程。好，那至于神通启动之后你要做什么，那就一步一步来谈吧，好不好？好，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因为今天营运长在中正纪念堂有演讲嘛那最近有开幕了那最近新北好像也想要有一个创造活动是吧？来，主任要不要自己来讲一下新北的这个想要有一个未来的企图心来，主任要不要自己来跟大家讲这个新北有一个什么样未来想跟大家一起来创造的部分？我没有准备好今天要讲那个好想要从那边跳出去不要这样，楼下的人会遭殃。就像许医师有些个案，有时候会有一些自杀意念，会有想要，比如说想要当小飞侠那我就跟他说，真的不要，因为一楼常常很多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卖肉粽，然后是在汽车里面发动吹冷气，这样子你当小飞侠就是万一这个自己走了也就算了万一路上那么多小猫小狗让你压到如果没有压到小猫小狗，也会压到一些花花草草嘛。那花花草草我们也不能杀生嘛，对不对？好，所以我都跟他们讲，不要当小飞侠。
不要当小飞侠，好不好？来，好，就而且万一那个地方又是断层带，对，好，万一断层带，好，引发这个那个断层，就是欧亚板块跟这个菲律宾板块有没有？对，好，如果又引发这些板块，不要这样瞪我嘛，你这样好，万一这样跳下去造成震动，又造成菲律宾板块跟欧亚板块这样的一个挤压，那板块运动就会造成地壳的这个不稳定。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好了哈。来，好烦哦，坏死了。就是新北现在在12楼嘛，就是这一栋的12楼。那我们同栋的楼下，3楼跟4楼有要出卖。对。那我们这几天就是有约了房仲2次。3楼、4楼是属于明台产物保险公司。那大家知道最近保险公司因为有一些 COVID 的状况他们需要做一些资产的一些灵活运用啦，所以可能3楼、4楼他们有打算要做这个出售的部分。好，来各位想问一下如果大家有认识明台产物保险的高阶人物，好不好？麻烦跟我们介绍一下希望用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如果愿意来卖给基金会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来创造。来，我再问一下明台产物保险公司，如果大家有认识这个比较高阶的对，我应该找一下我同学，你记得找我。好像我的同学好像好像不是明台，但是可能是另外一家的那个总经理啦。另外一家的总经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认识明台的来，明台产物保险公司那这个如果有这个认识的来，好，请继续。好，对，那就是我们，它是楼下的3楼那3楼的话就是我们新北现在这个位置3楼的这个位置跟隔壁那个位置加起来打通，然后4楼的话是新北现在这个位置。所以就是等于就是3户啦，然后3户他要一起卖，然后卖的价钱的话就是大概就是7000多，快8000。那我们就是有大哥，我先不要透露名字好了，因为也不确定，就是有人愿意跟同学想要一起买，对，有同学想要一起买，3户一起买，价格可以压低，所以有同学也想要作为投资理财之用。简单来讲，因为基金会没有办法买这么大也用不了这么多，所以等于说基金会可能只用其中一部分啦。那另外好像有同学也希望可以来投资理财，因为你个人单独买你是吃不下来的，可是你如果跟着基金会一起买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价格压低。那目前应该又是一个很好的溢价空间啦，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趁火打劫的味道对，好，你都讲那么白了，我都不晓得这个东西能不能讲。就是新北是比较，就是我下去看了之后，我比较属意的就是3楼啦，因为3楼就是这个位置跟隔壁的位置打通。那其实因为我知道大家权状好像有到110平，对，3楼权状有111.87，对，111.87平，对，然后现在新北这个位置是75平，对，嘿。然后它也有，所以我们未来的计划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是会3个单位共用啦。就是希望新北分会，那希望也把网络电视台，搬过来，那也可以节省网络电视台现在的租金。那营运长，网络电视台现在的租金是多少？6万多，我们就一个月可以节省6万多。那这边的租金一个月现在也是6万多，也是6万多，但是未来会再涨价。所以我们就可以等于说一个月就可以省12万的租金了，12万的租金。那如果再把医学会搬过来，医学会现在租金多少？医学会就不清楚了。假设2万好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一个月就可以省14万的租金。所以是可以省很多钱的。对。简单讲，这14万的租金，如果拿来付贷款，可能都可能会够。
好，对，对，那医学会好像还有一点点捐款，那也许也可以把它挪用一下，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处理，好不好？好，医学会好像有一点捐款，OK，来打他的主意了哈。那因为医学会的理事长跟徐医师很熟，因为就是徐医师啊。我还在想说，不就是你吗？我以为是我认知错误，你知道，吓到我。对，因为对啊医学会理事长跟徐是蛮熟的，因为就是本人在下我同一个人哈。来，OK，哎，然后目前3楼我们就是昨天就是营运长来，然后我们还有再下去看一次。那目前以3楼在含停车位这样看起来的话，大概就是5000呐，要那需要5000。还做很多装潢吗？还是装潢大致是 OK 的了？装潢应该是还要再修整一下，如果是大修小修？小修啦，我觉得是小修啦。因为我也很担对心装潢花很多钱了。不会啊，我们这边这些东西都可以拆下去、啊。这东西都是我丈母娘捐的。对，那所以就昨天回来之后头就很痛嘛，对，所以我就开始那个地板都是我丈母娘捐的。我就开始想象力练习，我就请我们秘书印那个空白的捐款收据，我每天都练习开5000万的捐款收据，看我哪一天会成真，你知道吗？OK， 一般来讲哈，基本上局师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把它说死了。那因为第一个很简单，要考虑基金会的财务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看赛斯 TV 这边哈，我不知道一家主任有没有在线上，那就是看大家一起来创造，好，把赛斯网络电视台搬过来，那看将来台北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一起过来了哈。那但是台北现在应该还是还 OK 了哈。那再把医学会搬过来。那如果这边假设未来3楼、4楼买下来，那未来我们的整个基金会就在这边就生根了哈。因为讲到这个，事实上心里有点小小的感触啦。因为我们第一个买下会址的是台中总会，好，那时候我们买的时候一坪是大概6万左右，好，6万左右，我印象中，是吧？要问一下财务长，因为徐师对数字不太记得。那但是现在已经涨到一坪20-30万了。好，当初我们6万块买下来，好，那现在已经一坪涨到20-30万了。那在我们第二个购置的就是高雄，好，高雄分会，那目前也都涨上来的。就简单来讲，基金会所有的财务都是在往正向的方向走。好，那之前为什么好像员工的薪水付不出来？那是因为我们的建筑的捐款，比如说大家捐给赛斯村小木屋，是不可以用来当做员工薪水的。好，所以我们的财务是非常的健全。那因为那时候流动资金的问题，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遭遇到薪资的一个状况。那未来我们都会尽量去改善这件事。而且有一个部分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其实基金会不是一个累积资产的地方，所以它每年到年底80%的资金都是要用掉的。也就是说，它第2年就要重新开始的概念呐。好，所以因为它是一个服务性，好，它不是好资金会落到私人的口袋，各位懂我意思？对，好，所以它不是一个累积财产的地方，对，它是一个实现理想的地方啦。OK， 好，那未来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也许搞不好等一下大家结束的时候，可以3楼今天有没有人上班？他们没有人上班，所以带大家去门口看呐。等一下，你们坐电梯下楼就先到按3楼，先到3楼门口看呐。这件事情我已经干过好几天了，就是我每天都会来上班之前都会先去3楼，这样给人家晃一下。对啊，等一下就去3楼看一下，好看看。我都快变变态了，你知对，道吗？看一下那未来大家有没有机会？好，刚讲基金会的财务的问题，信任感恩加行动。那未来就是我们刚讲，如果1个月可以省14万的租金，那将来如果有头期款，我们怎么样？好，3个单位一起来甚至是贷款，然后慢慢再还。好，可是基金会也不可能承担太多的一个贷款。那如果到时候这个价格谈下来了，也许我们也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不好？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OK， 来。好，
对，就是不要这样看我，就是也是邀请大家一起啦，因为我觉得这件北部确实，我们的赛事团队在北部确实对，是因为刚要有一个讲实在固定的很不据点。像话啦。台中有了永久会址，高雄也有了啊，中部以北都没有。好，然后让徐医师之前觉得很不舒服的是到处赶来赶去，啊，因为最早是在三英嘛，啊，大家知道最早志成主任的时候是在三英的那一栋，后来也是屋主要收回去啊，那屋主要收回去，所以那时候志成主任也是非常的伤心难过啦。好，伤心难过，所以那时候啊，屋主那栋透天就要收回去。那大家知道后来就搬到了树林嘛，那个新版那个三峡特区，对，三峡特区。那后来屋主把它卖掉，好，等于说我们有一点就是被赶走的味道啦。嗯，好，被当时的这个买家赶走了，所以后来的兰亭主任就搬到这里来。对，好，所以说实话，徐医师也不希望台中以北将来真的被赶来赶去啦。而且搬到这里来1年之后就被涨了租金，而且涨多少？从多少钱涨到多少钱？它从4万涨4.7万涨到6.7万吧，然后后来涨2万，谈下来变6.2万。是。然后他承诺是3年内就是不会涨，但是每年会换约。可是3年后他一定涨10%，所以新北不管怎么样，这3年之内都要想办法。对。他一开始就他的规矩就是每年换约，对，这是他的规矩。房东也很会算的，哎，像一个比一个精啦。对啊，为了这件事情，我每个月都亲自拿房租，亲自去拜访他，但是都没看到他的人。对对对对，就是我的部分，我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啦。但是就是实相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有时候自己也蛮难过的啦。对，就你很努力的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好像未必得到的回应是这么的友善。对，所以当我知道楼下3、4楼要卖的时候，其实我是就是很开心，然后但是又很害怕，你知道吗？然后听到价钱回来就头痛了。对。不要沉默，今天主讲人是你。沉默在欧洲哈。我今天有画眼线，不可以哭，我会变熊猫。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啊。对对对，那如果是有企业单位的话，对，就我们可以一起谈一谈，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赛事推广的志业，把它推得更大。对对对对对。对啦，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希望台中以北基金会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地方。那刚才许医师也跟营运长讨论，第一个去跟赛事 TV 做一个沟通，将来有没有办法这个合并在一起？那医学会的部分应该困难不高因为许医师就是医学会的理事长那再来就是基金会的财务，如果在最低的限度内是 OK 的话，那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台中以北我们的新北的学员将来希不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好不好？好，那我讲任何基金会的一分财产都不是许医师的，各位放心，好不好？好，任何基金会的财产都不是许医师的，都是大家为了要赛事新法的推广而共同创造出来的。好，所以未来我们如果新北或台北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地方，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创造，好不好？好，那大家你们就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每个人思考一下，你能够帮忙的是什么？就像许医师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丈母娘那边是做地板的嘛所以之前都是由他那边来做一个协助的部分了我们谢谢佩瑜主任好，谢谢大家。 OK， 好来，那我们开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在这里哈，来，对，好，来也广告一下哈，来第一个新书哈，这个平衡哈，新书平衡，那这个是之前的书哈，那平衡是之前个人实相的本质的读书会啊，这个文字集结哈，然后有一个活动就是许医师7月底会到大陆去啊，就是因为开放了嘛。好，所以7月底会到深圳。那如果也希望到大陆走一走的同学，也可以直接问主任这边，好想报名大陆的课程，或者想到大陆走一走的人，也可以去大陆上许医师的课，好不好？好，那7月底的7月20号的星期四的晚上7点到9点有一个讲座哈，就后疫情时代如何找到你的机遇。来，这个是麦田的免费公开讲座，应该是了哈，应该是免费公开讲座。那再来，他礼拜五的一整天是一个工作坊哈。那什么，愤怒是心想事成的催化剂是吧？那在讲愤怒鸟的概念是吗？就是如何利用愤怒鸟来作为心想事成催化剂哈。没有，这也是我今天才看到哈。好，来，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哈。面对世事难料的焦虑，哈，来，徐师先讲一个概念哈，就是之前跟我们一位住在美国的同学在聊天的时候哈，他就跟徐医师提到说美国的这个生活费，好，怎么样越来越高啦？简单来说是通膨越来越高。他说，现在大多数的美国人，甚至开始已经有一部分的华人了哦，好，是用信用卡借贷过日子，就是生活费不够，就是用信用卡去借钱，那每个月就是付信用卡的最低额度在过日子。好，那他就跟我提到，其实大家都很焦虑。大家都很焦虑，那整个美国的社会也越来越穷，但是穷他就开始去借贷，好，所以各位最近有没有发现，美国发生一件事，就是整个国债已经突破到一个部分，如果没有再提高国债的额度，等于说美国这个国家就破产了。好，所以感受上，其实整个这个世界的局势是不稳定的。好，他就跟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他有一间房子在出租，然后最近他的后门要做这个整修了，后门可能要换掉。他就跟我说，在几年前，比如说可能4-5年前，他换一片后门是$150。好，$150。来，现在最近他要换那个后门，他大概换的价格是中等中低一点点的这个品质跟价位啦。那几年前是$150。来，各位你们猜现在是多少美金？$450。3倍。台湾也一样是。来，台湾怎么样一样？因为原物料都上涨，人工也上涨啦。对，一直是这样。台湾也一样，这几年非常恐怖。现在的那个出工啊，一天可能都2500、3000呢。哦，就是工地的出工工人呐。对。多少钱？2500到3000。2500到3000。有时候还找不到人哦。对，所以各位真的，我们改行去做出工吧。那以前是多少？以前才1000块。哦，1000块现在变2500到3000，所以涨大概2到3倍耶。好，那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们的薪水跟收入有没有涨2到3倍啊？好，这就是问题所在的，有没有发现？好，这就是焦虑了。好，那现在比如说我现在看下去，大概还有2-3位同学戴口罩。那基本上大多数同学都已经不戴口罩了，那表示疫情怎么样？慢慢过去了。
慢慢过去了。可是疫情过去了，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在一个什么样恐惧不安的状态，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好，来，那徐师还是要举一个早上的学员分享的例子哈。这位学员大概应该是40几岁吧，然后几年前经历他爸爸的往生，然后在今年年初又经历他妈妈的往生。那他是一位公务人员然后未婚。好，那之前他很焦虑，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房子卖掉，那想要换一个新的房子，那很担心买不到房子。好像，可是后来好像上礼拜，他终于买到房子了，买在台北市吴兴街600巷，好，就是在台北医学大学的旁边。好，那台北医学大学就是本人在下我的母校了哈，在吴兴街600号。好，它是一个40几年的老公寓，3楼没有电梯。好，那没有公设，室内坪数是26坪。来，大家猜他买多少钱？1170万。好，其实是蛮好的价格。好，以台北市来讲，这是非常好的价格。那未来有可能会都更，不知道。但是对于一个40几岁女性未婚，其实她等于说她至少先安下来了。好，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她跟我说，许医师那时候还没有买到房子的时候很焦虑，焦虑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第二个，在几年前他自己又曾经罹患过肺腺癌。他又提到，在很多年前，那时候爸爸生病，好像是心血管疾病吧，住安养院，然后加上应用，加上安养院的费用，一个月他将近要支出10万，一个月将近要支出10万。各位，好像你们知道，目前假设你请的是台籍的看护，大家知道价钱多少吗？一个月7万新台币左右，一天2500。台籍的看护，一天2500块，一个月将近怎么样？大概7万多。可是有些人，你不只要请一个看护，你还要住安养院。那安养院一个月可能多少钱？我们假设4万。来，4万再加7万5000块，一个月额外支出就要多少？115000。那另外的，要不要吃的费用？要。来，各位，然后他就在想，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好，后来他妈妈不是今年年初往生吗？他说之前花在营养品的费用上，可能一个月就至少要1、2万、2、3万。来，各位，重点来了。那他的爸爸妈妈有他，那他以后呢？来，听懂徐师的意思吗？来，焦虑了没有？面对世事难料的焦虑。第一个，好，他未婚，然后没有小孩，他可以支付他父母亲，好，之前爸爸一个月10万，后来妈妈一个月可能也好，这个很多钱。那现在爸爸妈妈都走了，算 OK 了嘛？那可是问题，以后他谁要支付他？各位，好，那他有一个妹妹，那妹妹一直希望姐姐过去跟他住，为什么？因为看上了姐姐的，听懂了哈？就妹妹不要姐姐买房子，她要姐姐去跟她住，好，因为妹妹有小孩，要付学费，要付房贷。如果姐姐跟她住，就可以一起付房贷，一起帮她出她的小孩的学费，明白吗？所以这个妹妹在算计这个姐姐。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大家知道，台湾的房东有一个习惯，如果是单身的老人，
通常不租给你，房子不租给你，为什么？因为担心你死在里面。好，所以这个同学当时没有买到房子的时候，他很焦虑，因为最近房价大家知道一直在往上涨，房价一直在涨。好，那可能未来也许买不起，那买不起变成孤单老人怎么办 ？OK， 他现在买了房子焦不焦虑？也焦虑。第一个焦虑是装潢费要花多少，邻居能不能相处？那要1楼爬到3楼，将来老了爬得动吗？来，听懂了哈。而且我刚提到，当年他爸爸妈妈在的时候，他可以1个月花10万来帮助他爸爸或妈妈。那将来他老了，谁来为他服务？来，发现焦虑了没有？好，来，所以徐师还是跟大家讲一个基本概念哈。你要活得快乐，要学会，就是不要去想。来，各位跟我讲一遍，不要去想。台湾话有一句话叫"洗稿洗单灯无米假出"，我看这个同学都会笑了哈。你是中风是吧？啊？哦，你是小脑萎缩。那问题就是因为你有小脑，你要是没有小脑就不会萎缩了。好难笑哈。好了。好的，但他笑了，他笑了，还会遮住嘴巴。好，小脑就是管我们的运动平衡跟协调了哈。那小脑萎缩就是有时候走路就不平衡哈。OK， 来各位，就是不要去想。好，不要去想，当然是黄雨桐同学。笑成这样了哈。不要去想，就没有事。好了，不要去想就没有事。好，可是不要去想，听起来是一件第一个很阿 Q 的一件事。第二个，不要去想，到底是因着恐惧在逃避，还是你真的可以不要去想？那通常叫一个人不要去想，你一定又会偷偷想。好。偷偷想或莫名其妙不得不想，对，好，尤其是我刚讲那位同学，对，好，他是一个公务人员，那刚讲没有老公，没有小孩，好，那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他的经济其实还不错哦，他蛮会投资股票的，好，就像我们的聪明同学一样，他蛮会投资股票的。好，所以他现在虽然买了那个老公寓1170万新台币，但是他全部的现金丢下去是够的，是够的。好，但是丢下去就没钱了，所以他就带了600万，然后身边放个600-700万的现金，对，他就带600万。OK， 好，那刚提到不去想就没有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偷偷去想。或不得不想，不得不想。好，那徐师要讲这个东西的概念是，好，不去想就没有事，偷偷想，其实说实话也不是办法啦，听起来也不太行得通啦。好，那我们稍微学术一点或身心灵一点的，叫做活在当下。来，活在当下。说起来很好听，做起来不容易，好，而且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也有一点点，说实话，好像在自欺欺人的概念，对不对？好，但是各位，这是一个修行哦。好，活在当下，并不只是各位你们以为的那么简单。来，徐师举个例子，活在当下分2个层次，一个是自我层次，如何把很多的烦恼心安下来；一个是内我层次，就是我如何相信我的内我具有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神通会帮助我。各位听懂了哈？
所以活在当下，并不是像各位以为的，它是消极的，它是逃避的。它首先是如何让你的自我意识，来，各位知道自我意识吗？就是我们的头脑。好，基本上头脑很好用，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在用。好，所以头脑都是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人虽然有头脑，但是他什么乱用，就是你永远在一个悲观负面的思考，就是你永远在一个负面心态，各位明白吗？你永远在一个负面心态，好，就是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啦。好，各位，无可救药的乐观是我们的口号跟目标。好，但是大家后来真正发生的都是无可救药的什么悲观。来，那个，你妈癌症是吧？来，你想讲话是吧？来，那个麦克风。好，这里的，来，你妈癌症，你笑那么开心干嘛？来，你讲，你妈癌症，然后，喂，我妈乳癌，然后这一次就是下个月是，第4次的紫杉醇结束之后就要电疗。哦，第4次紫杉醇也蛮辛苦的，是太平洋还是欧洲紫杉醇？哦，好像是欧洲紫杉醇，哦、可是不是阿里山的。可是它、最近阿里山有出一款新的蓝莓，好，是台湾自己培育的土生土长的蓝莓。好，而且这蓝莓是请一个知名的歌手李宗盛，好为他命名。那李宗盛最近有一首蛮脍炙人口的歌叫《越过山丘》，所以这个蓝莓就被命名叫山丘蓝莓。来，吃过的请举手。我吃过。好，比较 Q。而且有一个特殊的香气，好，因为你现在去超级市场一般买的蓝莓，应该都是进口的，说实话都是有一点烂软软的啦。好，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蓝莓咬开里面的果肉是什么颜色？知道的请举手。刚刚讲蓝色对不对？蓝色对不对？错。透明，错。各位，因为你们蓝莓都是一颗吃下去，你们很少像徐氏这么无聊，会把它咬开，然后慢慢吃一半，再仔细看它是什么颜色。因为只有像我这么无聊的小朋友才会做这种事。来，蓝莓咬开，里面蓝莓的果肉是什么颜色？错。来，下次买蓝莓的时候，记得每一颗咬开，它的果肉是淡青色。青色，有点像葡萄或是像奇异果的概念。好，可是因为你们都太整颗丢进去，从来都没有真的咬开看看里面什么颜色，所以下次记得好不好？好，把皮剥掉哈，削皮，啊，或是到菜市场去买那个布拉提，有没有？去头去尾，然后交代老板把内脏拿掉，那个布拉提呀。你又在笑了，你小脑萎缩也可以笑这么好吗？好啦，就是那个布拉提有没有小鱼干，然后去头去尾，还没讲完哈，等一下，那个山丘蓝莓，那个有一个特殊的香气，但是比较贵，所以各位就吃吃看，吃个经验就好了啦哈，也不要常常吃，因为台湾土产的稍微比较贵一点。好，来妈妈。乳癌，然后紫杉醇，对，紫杉醇。不是，他最近就是有一些副作用，然后我都会在旁边照顾他，是，然后我都一直在旁边，我都不知道他在惊恐什么，就是悲观的主义者。像比如说，他现在就是副作用的关系，他会长一些好像是汗疱疹还是什么的，我都会帮他擦药。可是最近很幽默的是，他的皮肤好很多了，可是他会自己躺在床上哦。然后突然就大叫，那时候我在客厅，他就突然妹妹啊，怎么会长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其实应该是很恐惧啦，因为各位你知道，化疗的药物打进去呢，真的会很害怕，他会一直找问题，会很害怕。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有坏人吗？有抢劫吗？你叫那么大声干嘛？啊，
你这样子一楼的听到，人家以为我对你怎样？各位，你看这个女儿就完全没有同理心。好了好了好了。然后你知道我一跟他讲的时候，他就突然冷静，然后就说：“对哦，我在干嘛？”我说：“我就在旁边呢。”是啦是啦，你知道你是要让妈妈安心的，可是她现在就整个都吓得要死。你看没那个紫杉醇打进去，各位就是好像全身中毒的感觉啦。然后就是反复的医生跟他讲的，然后我们跟他讲的，叔叔在旁边跟他讲。可是会害怕啦。我知道他会害怕啊。会害怕，你看，这就是面对世事难料的焦虑。那个紫杉醇打进去，各位那个真的会害怕，我知道啊整个脸会变黑，然后有时候这个指末梢神甲经啦，对然后末梢神经又会麻痹，对，然后手麻脚麻的，然后所以现在就是让他学习转移注意力，看一些幽默的东西，或是影片。对啦，然后你看哦，我刚刚就是把影片转给我妈妈，在我出门前的时候，我说妈，我来上课，然后我拍照给你看，然后让你知道我安全在哪里，因为我有随时让妈妈知道你在对哪里。因为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妈，我先换另外一个人，我先请问你女儿去哪里？然后他就开始会慢慢讲哦。因为他就是紧张害怕，因为身体变成这个样，会你说身边恐惧没有人也会害怕，对对对因为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对，所以我就叫他开始看影片，因为他没有办法来现场，我就把影片分享给他，我就说我现在就跟你同步，我现在就在这里，然后你在上面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在这里，你放心。那影片要不要带一下？来那个带一下，他妈妈现在正在看他，你跟妈妈 say 个 hello 好不好？妈，我在这里，你不要紧张好不好？每一次都问妈，你我说，大不了就死嘛，你担心什么？来跟妈讲一下。有，我有跟妈，他讲人生啊。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有跟他讲，我就跟你讲了，反正你就是躺在床上啊，如果就安稳的睡着了，死掉也没关系。啊，对，我会处理，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把你丢在家里。然后就是讲了几次之后，他就比较好一点了，你知道吗？因为5个月下来了，然后医生说，我带他去看精神科，因为太夸张了。我说，如果你的用脑过度，我就让你断片。好，我就带你去看精神科，因为你都没有在休息。那脑子一直在想啦，对，一直在恐惧啦，对，然后所有想的都是负面的。所以我就说，甚至身体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又怎么了？我是不是哪里又发生什么了？然后精神科医生就跟他讲，因为我都是在帮他记录观察嘛。然后呢，我就跟妈妈讲说，你脑子如果记不了那么多东西，我帮你记。然后到医生那边的时候，我说承认有失眠这件事情是对的，不是错的，就怕你不面对这件事情。对。然后去了之后，我跟他讲说，学习表达我让你讲，记不得的我补上。然后他只看一次而已，然后之后他就不要去看，然后他就变成说，他会了他会去做，他不会了他会丢给你，就是我不能离开他就对了。所以现在就，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先给这同学鼓掌一下哈，因为说实话，有这样一个女儿在身边是不错啦。那就像刚讲，徐师开始担心，万一有一天你生病了，有人可以这样对待你吗？我刚刚讲说，活在当下，你先，你看，我妈妈跟我叔叔讲说，就说我很担心你以后没有人陪你。我说你不要担心我，现在问题跟疾病。妈妈担心你以后没有人陪医生。我说现在疾病跟问题在你身上，你不是来关心我，你要关心你自己。你要多花一些关心你自己，你不用像以前这么累了。可是你这样的不对，你不让妈妈关心，她就没有价值了，因为她的价值就是要关心你，所以你要出问题让她关心，这才是一种孝顺的表示。各位，学师讲的好像是那个，但是其实某部分的确是哦，你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不让你父母担心，那你父母亲活着要干嘛？也对哦，他活着不就是要来担心你吗？让他觉得他的存在对你是有价值的，所以一个孝顺的孩子一定要常常让父母担心，让显现出他们存在的价值跟意义。你都不让他担心，你不是就否定他存在的价值了吗？对不对？我有跟我妈妈，所以你其实一直叫他不要担心，各位错，你要开始让你的父母亲担心。好，
我就有让他担心而且，要跟他求助。我就有让他担心，我就说妈，是不是我出去的时候你就记得你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对好，那我现在出去。对，那我而且还要让妈妈觉得她能够为你做什么。而且他现在进步了一件事情是，我说你每天回家，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洗衣服、晾衣服这件事情，你做到你可以做到的，这样就好。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进步。然后你开始就是不用记那么多东西。所以还有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孝顺都让父母亲不要做事，有没有？让他享福。各位其实不一定，你反而要找事情让他做，然后、就是、他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然后现在看病回来，我说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在医院你都不要去想那么多，你的挂号单、下次化疗的日期什么什么的，你当下没有办法记，不要记，东西拿回来，这就是你的功课，在月历上面写几号，练习写。下次我会记，但是我下次问你的时候，你只要告诉我你记得什么就好了，这就是一种进步，对啊。那你会不会担心失去妈妈？或看妈妈在生病做这些化疗，会不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会啊，很难过？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说我不敢在你面前哭，是因为如果我哭，你就会觉得说，那你在我们大家面前哭没关系啊。对，万一妈妈走了，你受得了吗？爸爸走的时候那一段期间的时候，真的是用药在断片，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因为情感是累积，你知道吗？然后就变成说，有想到躺在床上的时候，有想到一件事情，说爸爸走了，现在换成是妈妈。然后我有跟我哥哥讲说，我说你要照顾好你自己，然后你要回家。你说哥哥是吧？对，然后我跟他说，通常哥哥都没什么用。我说没有，我这是投射，好不好？我在投射我自己的哥哥。通常哥哥都没什么用哈。就有一次我有一点受不了，我就跟他讲说，妈妈已经这样子了，如果妈妈不在的话，我就只剩下你。所以如果说你在外面交女朋友，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妈妈的事情我会处理，因为妈妈如果走就剩我们两个，所以我们都不可以倒这样子。就是跟哥哥轻轻喊话这样子。对。然后哥哥就说不会啦。我说你不要被骗哦。不要被女生骗，是吧？他以前也很勾引啊。哦。对啊。你可以把哥哥的电话留给同学一下。我们同学如果有需要骗人的话，也找一些可以比较好骗的。没有，就变成说跟他轻轻喊话之后，他有时候会住女朋友家，有时候会回家。像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在跟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妈一直说嘘，嘘，哥哥在睡觉，嘘。我说不行，就是要出点声音，让他知道我在家里顾你是什么样子。对对，要让哥哥有点责任感呐。对，不要说妈妈现在在生病，都女儿在照顾，然后哥哥还去交女朋友啊，然后妹妹还叮咛哥哥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性病什么之类的。这个哥哥要给他一点责任心呐。然后你很好笑，他从家里回来的时候还会跑来房间，因为他看到我在凶我妈的时候，他会跑来房间说：“妹妹，妈妈又开始了，是不是？”哦。然后就变成说，你不要害怕吵到哥哥，你不要去隐瞒这些东西。OK。然后慢慢的，他才开始会回家面对。好，我们谢谢小彤同学的分享哈。好，来许师再回到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来，我们的同学好买了一个3层的公寓，没有电梯，那开始就担心啦，担心未来如果他没办法走楼梯，需要电梯怎么办？再来，装潢费要花多少？再来，左右邻居好不好相处？再来，像刚刚讲的，好，他自己的父母生病，我们能照顾他，那我们将来自己呢？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好，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有我啊，那以后我有什么？靠那2只小鸟吗？来，各位懂我的意思？好，那纵使像徐师没有小孩嘛，那纵使你们这边你们这些有小孩的，你们真的可以依靠你的小孩吗？真的吗？来，所以各位，我讲句实话，我们这一代真的蛮惨的。第一个，我们的父母有我们可以靠；第二个，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下一代。有没有发现？尤其像年轻人，好，说实话，来，同学都有一个这种很认命的想法。到时候他不要拖累你就好了，对不对？
好，你们现在对年轻人只有个想法，你把自己照顾好，将来不要拖累我就好了。这个我们这一代真的就是地球，好，从轮回转世到要开始一个新的时候的最后一代了。好，所以我们这一代业障比较重，听懂吗？我们这一代业障比较重，那个业障就是对于上一辈我们要怎么样去把他们承担，然后送他们很顺利的离开这个实相。然后对我们的下一代，你又要无条件的给他，可是好像又不能期待他对你多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一代业障比较重。好，其实不是啦，是福报比较大。好，所以也是我们的能力的成长。好，说实话也是在，好，我们在发展自己的能力，然后对上一代也是在，好还这个好因果啦。那对下一代也是在，好给他们一个好好的栽培。那我也不欠你了，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真的是好，现在大概3年级、4、5、6年级的这一代，好，大概是真的是比较辛苦。OK， 好，来再回到这个部分哈，来学士先讲哈，面对世事难料的焦虑，来我要先从内我的角度来谈。来，内我大家知道，它就是什么？创造实相。好，内我就是把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灵转成肉。来，各位，灵就是我们的心灵，肉是什么？来拍一下，以前我们要抽病人的血的时候都是，各位，然后那个比较不乖的病人就打用力一点。来，抽血为什么要拍？第一个让血管浮起来，第二个把他皮肤打痛了，等一下针进去就没有感觉，这样知道哈？对啊，那个我们比较那个比较看不顺眼的病人就，你干嘛？我没有，我这样血管才浮得起来，才不会抽不到血啊。而且拍痛了、拍麻了，等一下针进去就没有感觉，因为已经都打得比针还要痛，怎么会有感觉嘛？OK， 这是我们这个虐待病人的一个小技巧OK， 庆和你这样笑得这么开心，这真的很痛。好，这个就是肉，这个是肉那内我就是负责把什么？把灵转成什么？肉。好，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好，内我就是创造实相。好，那内我还负责什么？内我还负责把你的起心动念变成你的物质实相。各位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就是你的一辈子的命运的关键，就是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外境。来，这个是赛斯心法的精髓哦。赛斯讲过，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你整个的物质实相，就是你起心动念的外在的显现。各位，就是你的 personal reality， 你的个人实相。好，你的个人一辈子的命运，就是你的内在的意念、内在起心动念的外在具体化。来，各位跟我说，人生就是苦。说，人生下来就是来受苦。六道轮回，它就是苦。对，当人真的很辛苦。人生就是辛苦一辈子。当人哪有不辛苦？而且未来会越来越苦。听懂了没有？对，你不要，可是很多我们潜意识有没有这个东西？当人有没有很辛苦？而且当女人更辛苦，1个月还要来一次，对不对？
听懂了吗？而且人类是满身罪恶，你知道，6道轮回有没有？业障有没有？原罪有没有？你就是有罪，你嘛在做人；你若无罪，你会做人。你罪较重才做查某。这样知道徐师的意思？对啊，好，你就是人生就是苦嘛，当人哪有不辛苦？来，各位，再跟我讲一遍：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创造实相。再讲一遍。信念创造实相。再讲一遍。信念创造实相。来，我先告诉大家，今天不管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心态，你只要记得信念创造实相，都是。来，先讲粗话哈，林爸不管你是什么心态啦，反正你的心态就会怎么样，变成你的命运啦，听懂了吗？各位，好，所以你们去关照你们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跟外在实相骗不了人。你是一个什么内心世界的人，你就会遭遇什么样的外在实相。所以徐师一直在告诉你们，你们要从生命的本质是喜悦的，取代人生的本质是苦。来，你完成这个取代过程了没有？你们完成了吗？没有，对不对？你看，他很诚实啊。因为你们过去从小根深蒂固啊，你看你爷爷很辛苦啊，你看你妈妈很辛苦，你看你爸爸很辛苦啊。来，妈妈打死3寸辛不辛苦？妈妈这边哀哀哀辛不辛苦？那人生不就是苦吗？来，这个同学小脑萎缩，苦不苦？哪里哪有苦？都要人家侍奉你，哪有苦？我看你照顾你的比较苦，好不好？所以你看，看起来是苦，可他真的是苦吗？搞不好他这一辈子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来，老公在哪里？你看你才苦嘞，好，你看他一直在急，有没有？所以这叫张永吉。你看，现在他这样子啊，又跑不掉，又不能去找年轻妹妹，只能照顾他。你说他现在看起来是苦，可是真的苦吗？搞不好这一辈子，他现在最幸福。为什么？不用煮饭啦，不用拖地啦。只要负责说，老公我要喝水，水就笑成这样了。哦，对，好，但是他换出的代价可能就是生病，对不对？对。可是重点是，你可以休息，可以享福，但是真的要用疾病来交换吗？那重点就是在你没有生病之前，你可以容许自己被照顾吗？还是你会觉得自己没有用？还是你要觉得自己没有用才值得被照顾？哎，听懂我的意思？哎呦，明明这么悲惨的事，你们就笑成这样。好，我要继续讲，各位，内我负责创造实相，所以你们绝对不要忘记，人这一辈子在学习的就是你如何成为一个创造者。好，这是所有赛斯心法的核心。来，跟我念一遍。好，就是赛斯心法说的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来，徐师先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焦虑，因为我们都会对未来充满了负面投射，对不对？好，未来来，房价在涨怎么办？物价在涨怎么办？那鸡蛋又开始没有鸡蛋怎么办？对不对？那老了怎么办？老公外遇怎么办？年纪大高血压中风怎么办？好，我再回到刚才徐师讲，徐师那个学员有没有40几岁未婚，然后刚买了这个吴兴街600巷的房子，1170万，3楼的40几年的公寓。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现在仔细听徐师说的这句话，你今天买了一个3楼的没有电梯的老公寓，
你未来就不会创造你年纪大需要坐电梯的实相。听懂了没有？所以各位，你赶快要买7楼没有电梯的公寓。哦，6楼，最多到6楼是吧？还是5楼？5楼，各位赶快买5楼没有电梯的公寓，因为你就会怎样？卡称压不完，有无？压不完哈。我爸妈80几岁。等一下哈，买5楼没有电梯的老公寓，你的意念就会告诉什么？我不能受伤，我不能中风，我不能够爬不了5楼，否则我就要被抬下来。你就会创造你活到80、90岁还可以爬5楼。来，徐师举个实例，之前我们有一个老人家叫赵木鹤，记得吗？来，赵木鹤，我记得他活到好像103岁是吧？来帮我查一下好不好？来，再确定一下，赵木鹤哈。你们知道他住在应该是嘉义的老公寓，4楼没有电梯，他到100多岁，他还可以走楼梯上去4楼，跟走4楼的楼梯下来，而且他到100多岁还会坐高铁，从嘉义到清华大学，新竹的清华大学去念他的博士班。各位，你知道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吗？因为他买了4楼没有公寓的、没有电梯的公寓，所以你们那些买了有电梯的，将来就来仔细听徐氏，我再讲一个逆转的一个道理。什么叫创造实相？你会因为来，我再讲个实话，徐氏开个玩笑哈，你们当初活到106岁，你们当初比较没钱的时候，都比较不会生病。你们当初比较穷的时候都比较不会生病，因为你没有资格生病，不敢生病。你们今天有钱了，你就可以放心的生病。你今天开个玩笑，你要是旁边都没有人照顾你，你绝对不会小脑萎缩。听懂了吗？因为那个实相，你绝对不敢冒险。听懂徐师在说什么哦？来，各位，你们脑筋急转弯一下。好，所以为什么学赛思心法会开悟，就是因为你会。好，所以我就跟这个同学说，你买1到3楼，像赵木鹤活到106岁，100，好不，有人说106、108，反正就106或108啦 OK。但是我要说的是，他住在4楼的公寓，没有电梯。活到100多岁，因为我就跟那个同学说，你买了3楼没有电梯的老公寓，你就不会创造你需要坐轮椅。听懂了没有？来，各位仔细听哦。你的父母亲当年住安养院，当年请印佣或台佣，1个月要基本开销新台币10万。那你是不是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你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你如果承认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如果你有在学习赛斯心法，那么你就不会创造出自己卧病在床跟住安养院，因为你知道倒下来没有人照顾你。来，现在在座的同学，你倒下来没有人照顾你的，请举手，给自己鼓掌。你看你们多悲惨，你们看你们多悲惨。你看你多么悲哀，但是也因为这个悲哀，你的心灵自动就不会创造。来，当然我不是说100%，我是说99.9%，听懂了吗？因为你知道你倒下来不会有人照顾你，所以你会创造一倒下来很快就会走掉的实相。就像我爸爸，我爸爸不喜欢被照顾，他不喜欢麻烦他的小孩，所以我爸爸创造什么？在79岁。大年初4那一天，刮胡子坐下来就走掉了。他1天住院都没有。我还告诉大家，因为我爸爸这一辈子很节省，客家人。那时候送到医院急救失败，后来去结账的时候，
我爸爸从往生，从往生到结束，医疗费花了我800块新台币。来，看护费用多少？0。营养费多少？0。住院费多少？0。我爸爸这辈子你看多孤寒，多么不想麻烦孩子，明白了吗？他创造从他倒下去到死亡，所有的医药费，包括点滴、急救费，全部花了我新台币800块。所以各位，你们那些倒下来没有孩子照顾你们的，好，麻烦走这个模式好不好？听懂了哈？所以你们通通忽略了心灵最伟大的能力是什么？你们其实都没有打开心灵的能力，你们都没有觉醒，懂我意思吗？所以徐师就跟那个个案讲，我说你没有先生，没有小孩，所以将来你的往生方式就绝对不会跟你父母一样。然后我再问他有保险吗？保险保的多不多？保险有没有包含癌症险？有没有包含标靶费用的治疗费用？有没有包含住院给付？都是最高等级的。各位，好，在座有保的人举手。好，那么你就会用得到，好不好？因为用不到就太浪费了。没有保的请举手。好 ，OK， 来，我就跟我太太说，保最基本的就好哈。来，没有保的太好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保，你就会自动的创造。你不需要，听懂了吗？来，徐医师不是叫你们不要保哦，不要误会哦。各位，就像刚徐医师讲的，你们当年在没有本钱生病，一生病就会没有收入，很穷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生病。我现在讲的不是全部哦，不要跟我举那个1/1000的例子哦，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会告诉自己，你没有资格生病。你很多钱吗？你倒下来有媳妇照顾你吗？所以婆媳关系不好，就是婆婆健康的关键。因为我没在条2万1嘛，我倒下来，我那2个二媳妇，那2个金氏媳妇，你，我再怎么样我都会怎样？我一定要健康康的活下去呀，听懂了吗？然后又很爱自己的儿子，又舍不得儿子来照顾你。有没有？然后又很讨厌那个媳妇，我让他那个媳妇照顾我，宁愿死掉算了，恨死他了。来，这种婆婆就会怎么样？就会健康。来，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各位，徐师解释你们每个人的现状跟你们未来命运的走向。你不要忘记，一个慢慢把心灵打开的人，他最重要就是什么？好，所以各位仔细听。赛斯书有讲，很多人都是在保了一个医疗险，保了一个癌症险，甚至保了一个高额的意外险之后，各位你就怎么样？放心了，放心就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去生病，好好的去领那个给付。你什么都没有保，你不敢，你不敢，你知道不？对，你什么都不保，你就不敢创造那个实相。所以徐师要讲的是，后来我跟这个个案讲，因为他就会去想，各位无可救药的悲观，大家知道哈，来跟我讲一遍无可救药的悲观，然后一定要最负面的去想，然后一定要钻牛角尖，然后一定要多悲惨，想成多悲惨。我说，今天你跟你的父母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先生，没有小孩，所以你就不会创造出你卧床被人家照顾的实相。那如果你会创造你卧床被人家照顾，就表示你现金存得很够，以至于当你后来你年纪大了，你觉得你的钱支付到你躺下去，到你死掉是够的。各位，你也不要知道人的灵魂很聪明，我有很多个案都是在那个钱用的差不多之后，人就走掉了，对不对？他都算得准准的，因为人内在就是有一个潜意识的运作，好，都是在钱用的差不多了，对，好，所以我也在算我妈妈什么时候走掉。
就是他们留给我的田地啦，换成现金，差不多就是我这几年这个养他们的钱，到差不多我就可以跟我妈妈说，妈妈差不多了你留给我的跟我这么多年付给你的，差不多，再下去你就欠我了没有来开玩笑的我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算，其实只是在讲心灵的概念，好不好？心灵的概念 ，OK。所以当我就跟这个个案说，你不用担心你会走你父母那条路，因为如果你没有资格去躺下去由你的孩子照顾你，那就不会是你的实相，那就不会是你的实相。好，所以你们要知道，心灵最大的，对，心灵最大的能力就是什么？来跟我讲，创造实相。所以你们对于自己是创造者，对于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你要慢慢去体会这个概念。所以你有什么条件，你就会创造什么实相。各位。你有什么条件，你创造什么实相，所以你的实相跟你的起心动念有关。好，那我跟那个个案讲完这些事情，各位，请问他心安了没有？因为他会从他过去父母亲的经验 copy 到自己身上。可是你父母亲的实相是你的实相吗？绝对不是。所以，如果你开始觉知到你是一个创造者，你根本不用去铺天盖地的去预设自己所有未来的可能的悲惨实相，来，懂了吗？对，好，今天就好像说，比如说，我觉得我太太，这个很温柔贤淑啦，如果我倒下去，就会把我照顾得很好啦，那我就会考虑倒下去。如果我觉得我倒下去，她就一副那种晚娘面孔，来讲你别得安我的别干啦。我就会选择那种什么很快的那种，有没有？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个人不知不觉，你在潜意识里面，你自动会创造实相，但是过去你的觉察度不高。那当你慢慢觉察了，你就可以因为你的起心动念，因为你对信念的觉察，而开始真的冥冥当中好像可以有一点知道怎么去创造自己的命运跟实相。来，懂了吗？这就是赛斯心法的学习跟修行。好，所以赛斯心法的学习跟修行，就是慢慢从自我层面慢慢回到心灵。那心灵我刚讲就是内我的作用，它不但是把灵变成肉，它还把你的起心动念变成你所遭遇的实相。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内心起心动念不觉察，各位，你就会一直在命运中的辛苦而不自知，明白了吗？来，再跟我讲一遍，人生是苦。人生就是一场折磨跟苦难，祝各位辛苦一辈子。就是你决定你要用什么信念。来，赛斯心法的信念是什么？人生的能量的本质是什么？喜悦的。我们来地球是来干嘛？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听懂了哈？对，我们来投胎是来历练的，是来成长的，是来学习的，而且生命的本质绝对不是苦。来，再跟我讲一遍，生命就是苦啊！好，祝各位辛苦一辈子。你要吗？不要，从今天开始改变，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支持赛斯教育基金会，支持赛斯网络电视台，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一起看世界，来体验共同创造的一切。